坏了坏了！武僧义龙被打晕了，被日本拳王重重的打躺了。幸好有金钟罩铁布衫的加持，不然这一拳绝对会要了武僧义龙半条命。要不是铁头功阻挡了大部分伤害，恐怕武僧义龙被打失忆都是小事情。日本拳王并不是击败义龙一次，而是2次。这2次失利给中国功夫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影响，一度让外国观众认为中国功夫是花花架子，没有任何实战能力。然而赢了比赛的日本拳王很是猖狂，直言要击败坦克邱建良，称霸中国羽量级擂台。真以为邱建良是吃素的吗？邱建良不惜降体重也要和日本拳王长岛雄一郎打一场。不过这个所谓的日本拳王长岛雄一郎的实力同样不简单，既然能2次击败武僧义龙，足以证明长岛雄一郎拥有一个十分完善的作战体系，手中还有3条最能证明长岛雄一郎实力的冠军金腰带，也算是首批进入中国市场且打出名气的日本选手。话就不多说了，来让我们欣赏一下邱建良的精彩表现。不知道长岛雄一郎是吃错药了还是没吃药，竟然敢大张旗鼓的挑战坦克邱建良，真以为站在他面前的这辆坦克是报废坦克吗？绝对是揍你没商量。打败武僧义龙已经算是长岛的极限，真要是想击败坦克邱建良，称霸中国羽量级拳坛，奉劝长岛还是回家练几年再来滑踢馆。他的战术，他的比赛战术更多的是掌控在这个心理上的控制啊，要猜对方要做什么，转身后蹬。长岛的拳是很有力量，而且粘性很强。这个日本选手，特别是长岛这一批的选手，这种粘着性的打法能贴在你身上，你发不出力来。进来了，前次对，有点头前冲，裁判警告了。常年在羽量级征战的邱建良，这一次竟然破例降体重来到了轻量级，看来长岛赛前的嚣张行为已经彻底激怒了邱建良。不过这家伙敢在赛前说出那些话，那么他就有可能完成赛前的承诺，击败邱建良，称霸羽量级擂台。以一招粘性打法为核心的长岛雄一郎打得很是稳健，并不会因为邱建良是羽量级排名第1就感觉到害怕。曾经击败过武僧义龙的日本拳王心态是真的好，大敌当前竟然还能笑出来。 Crush 和 K1 就是完全不允许缠抱的这样。哇，刚才后千良这个后手是打着了，哎，但是好像长岛没什么反应啊。转身后摆。哎，反倒是长岛这边是刚才有个游走啊。长岛雄一郎不仅是以粘性打法而著称，并且他的抗击打能力也是非常的强大，就算是挨到了邱建良的重击也没有太大的影响。尽管长岛很强，但在邱建良面前他依然是不堪一击的存在。全能的技术、高超的战术、坚硬的身躯，再加上邱建良独有的高智商头脑，虽然长岛很优秀，但邱建良貌似比他更加优秀。好，邱建良一个左侧的摇臂往里进。邱建良今天一上来就是把我想打的打出来。哎，这边对左摆应该是滑倒了。哎，滑倒了。但这个绕进去的左摆还是很有威胁，已经好几次，你看，哎，又是摇臂进去，左侧、右侧、左侧。而这边长岛也是发现了对手这进攻也好，不进攻也罢，邱建良无时无刻都能寻找到合适的进攻机会，无论是在中近距离还是在中远距离，长岛都很难将进攻招式实施出来。这样很聪明啊，打起来，前后手。对，我觉得长岛应该打一些常规的进攻，不要被对手给带走了。没错，后手，对，擅长的这个技术。第2回合开始了，经过一段时间试探过后，长岛的粘性打法才敢慢慢实施出来。很明显，邱建良是早有防备。既然长岛喜欢贴身体对攻，那么邱建良就干脆直接贴死。因为长岛是这一波进攻的发起者，所以才判警告了长岛1次。粘性打法固然是不违反比赛规则，但是一种在规则边缘疯狂徘徊的一种进攻招式。没打到。长岛这一回合并没有出太多的进攻啊。前后手，漂亮！连续前近距离的这种勾摆拳的结合啊。好的，低扫。看到这里的朋友们应该会发现一个问题，就是长岛的进攻根本就打不着邱建良，
然而邱建良的进攻每一次都能精准命中长岛，短时间内虽然没有什么大问题，真要是时间延续的长了，恐怕长岛的脑袋会被邱建良打出点神经问题。长岛无论实施什么样的作战战术，如何进行修改，都很难给邱建良制造威胁。类型就不是爆发力的选手，对，是那种粘贴在身上跟你对攻的。我们看又开始了，对，那这邱建良这个功课做的也很多，我就硬顶着你，我用我的体重来顶你。好，点到了，哇，转身后摆，是用小腿肚的那个位置挂到了。如果是后脚跟的话，这场比赛可能就结束了。上勾，长岛。对，邱建良刚才连续的摇闪之后的近距离的这种进攻啊，很有些拳击的这种。邱建良在私底下和武僧一龙的关系特别好，因为不是一个级别，所以俩人从始至终就没有打过一次比赛。然而邱建良为了给一龙报仇，彻底打消长岛称霸中国擂台的白日梦，不惜主动降体重来与长岛打比赛。第二回合的比赛时间已经来到了尾声，长岛再不加强进攻，说不定下1秒就会被邱建良的疯狂进攻彻底打报废。大波漂亮，左摆，好的，前手击了，哇，长岛恢复的很快啊。长岛现在是完全放弃重心的，全力往前突了。扫踢，他很有战术，是可以说在战略层面。第3回合开始了，俩人一上来就展开了激烈的对攻。邱建良随着时间推移，逐渐发现了长岛最致命的弱点。与此同时，长岛也发现了邱建良的弱点。不过邱建良的战术转换非常迅速，根本不给长岛反应的时间。就当长岛准备对邱建良发起毁灭性进攻的时候，邱建良出乎意外的重拳再次突然袭来。后手打到了，刚才啊被对手打到一个前手啊，因为发力进程长岛更长。对，这已经是第3回合了，长岛雄一郎必须要用自己更多的进攻，有效的进攻。高扫，高扫。我长岛还想补腿吗？对，差一点。好的，前手啊，刚才是把长岛打了脸色一变。长岛从一开始就不是邱建良的对手，在这磨磨唧唧活了这么长时间，尽管没有打赢邱建良，那他也在中国擂台赚足了眼球。能让邱建良主动降体重打比赛的长岛还是头一个，换来的代价就是被疯狂暴击脑袋。抗下能力真的很可以啊！好的，漂亮，打倒。刚才邱建良应该是连续打了10几拳。这个一阵猛攻啊！他才开始读秒，没错。最终，邱建良获得了比赛胜利，成功为武僧一龙报了仇，并且还摧毁了长岛要称霸中国擂台的白日梦，顺带让中国功夫重新恢复了在国际拳坛的地位与威望。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，你会给邱建良打几分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